Hello， 大家好，我是静。我们都知道，自从去年的2月份开始，新加坡宣布对中国实行双向免签。那这个免签政策一出来之后呢，到去年的3月份，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就突然的把新加坡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那当时呢，有一个非常多人讨论的说法说，第一批通过免签政策来到新加坡的中国游客都已经破产了。那当时大量的蜂拥而至的中国游客呢，是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把新加坡吐槽的一文不值啊，然后各种的抨击新加坡。那说句实话啊，我做这个频道的契机呢，其实也是因为这个事情。我就是在去年的3月底发了第一个吐槽批评中国游客的影片，之前都是匿名或者偷偷在私底下骂一骂中共，骂一骂中国人就罢了。但是自从那一次之后呢，我就决定要站出来做一个博主去批判。那后来呢，我就发了第一个批判中国游客的影片，就是关于这个很多中国人说，他们第一次来到新加坡之后，回去之后就已经破产了。然后批评新加坡有多么的昂贵，物价有多么的高。那在过去的1年多以来呢，其实这样的批评对新加坡的抨击是一直都不绝于耳的，从来没有停过的啊。那最近呢，我又看到了一个大概是从苏州来的一个中国大妈，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的村妇的感觉啊。然后在我们的金沙酒店旁边大放厥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都说了些什么。新加坡比较有名的金沙酒店，我没觉得了不起，我觉得苏州的中英皇冠酒店比它好看。苏州的那是真正的一艘大游艇，然后里面的套房是几层的，好不好？它就是船长式的，有一个船头在上面。工业园区就是新加坡中国联合规划的中英皇冠，现在就2000到4000吧。你觉得这个金沙酒店怎么样？新加坡就这么大嘛，没什么了不起。你上海随便一家都比它好，就是那种三亚龙湾的酒店，6星级的、8星级的，还有什么迪拜的，迪拜的不比它好吗？就这么回事，怎么会？除了贵没啥牛逼。新加坡太小了呀，它有多少地方可以造这种酒店嘛？新加坡整体的物价就是中国的5倍嘛，就是它的汇率嘛，没什么了不起。它很小，除了干净，因为它小好管理，知道吗？你有中国这么大，你让他们去管理谁干呀？很一般啊，很一般是吧？你迪拜的那个不比它好吗？比奢华阿布达比、迪拜比它奢华了，大龙湾的也奢华，澳门的也奢华了嘛。你就是美国的拉斯维加斯都比它巨大，没什么了不起。干净是实话，但是它小，它是海岛国，它必须干净。它每天下个雨就把灰下了。我们中国厦门也干净呀，沿海城市都。所以还是中国好是吧？那我肯定觉得中国好。以上这个中国大妈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游客的代表。你看她那个大放厥词的嘴脸，就是新加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金沙酒店又这么贵，还不如我们苏州工业园的酒店。我们那个帆船酒店是6星级、8星级的。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呢？其实她这段话当中有太多愚蠢到让人发笑的言论。首先就是她所说的这个苏州工业园的酒店，苏州整个工业园都是由新加坡投资、新加坡去建设的，新加坡政府在那里砸了很多的钱，最后是血本无归啊。说它标榜的中共国的特别奢华、特别高档的地方，最终还是由新加坡来做的一个项目啊。那其次就是呢，这些中国出来的游客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到其他国家之后，不是用一个就是谦虚的心情去感受人家的风土人情，去看看人家为什么在世界上排名这么高，为什么人家比中国发达。他们来之前就是抱着一个攀比的心态，去一比高低的去看一下你这个新加坡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这个弹丸之国和我们这个大中国
完全都没有可比性的。你看他噼里啪啦的一顿的输出啊，就是说反复在强调啊，新加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这么小一个国家，土地这么小，他也没多少土地去建这样的酒店啊，就是把新加坡贬得一文不值。新加坡的国土面积确实是很小，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即使说新加坡在很多中国人嘴巴里被叫做坡县，还不如他们中共国的一个小县城发达。这是很多中国人的看法啊。但是即使我们这么小的弹丸之地，新加坡的公民80%以上都可以轻松的买得起属于自己的房产。而且我们新加坡即使这么小，我们的土地也不是国有化的，也不是共产化的，我们还有永久产权的房屋。你们中国有吗？你们中国什么都没有，一切的东西都是党的，都是国的。哪一天党不开心了，党需要你了，就直接把它没收了。你等人矿和韭菜啊，只是暂时的保管者而已啊。那所以说我经常看到这些大言不惭、尤为狂妄自卑的这些中国人啊，跑到新加坡来大放厥词，我真的是非常的生气，同时又被这一群人的愚蠢和无知给彻底的逗乐了。比如说他在这个影片当中说，哎呀，新加坡的物价是中国的5倍，他这个5倍是怎么算来的呢？是说新加坡货币是中国的5倍，它这个汇率是5倍多啊，所以说呢，新加坡的物价也是中国的5倍，这是一个多么愚蠢、多么没有基本常识的一个论述啊，真的给我笑坏了啊！他在无脑喷新加坡的物价很贵的时候，他也不先去简单了解一下这个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说实话啊，我是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广州和新加坡都生活过10几年的人，我觉得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在中国的一线城市的综合的物价是比新加坡要贵很多的，而且最荒谬的是啊，中国的这个收入是和新加坡没有办法比的，因为它的收入是非常非常的低的。与此同时，它的消费又有巨大的泡沫，它的物价又是虚高。我们这个讨论物价还没有提到它这个所享受到的产品的质量的水平啊。那如果说把他们的这个物价和这个产品的质量的水平都纳入到综合的考量当中，中国真的完全没有可比性。因为新加坡不管是食品安全还是任何的东西啊，都不是中国的质量可以媲美的啊。那所以说，在新加坡你可以花很少的钱吃到干净又卫生的高质量的食材，这个在中共国是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所以说呢，这一些就是没有见识、没有认知，只会看表面、看表象的中共国的游客呢，真的是出来丢人现眼的。就是他们在意的是那些硬件，所谓的硬件就是去看你有没有高楼大厦啊，你这个是不是金碧辉煌。他们在意的是一些表面的浮华、表面的东西，这和他们的党一贯的作风是高度一致的。因为中共也是非常的擅长去做这些面子工程嘛，就是把他们所谓的基础建设搞得非常的富丽堂皇的，但是呢，内里却一盘散沙。这些中国人他们看不到的是更深层的东西，就这个除了硬件之外，这个软件、软性的实力，比如说人性化的东西啊，文化层面的东西，这些中国人是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到，也看不到的啊。在出国之后，他们只是去攀比那些硬件的，所以说很多的中国游客到了欧美的各国，比如说他们到了欧洲之后，会吐槽说，哎呀，这个伦敦的机场啊，这么老旧，这么残败啊，真的还不如我们的首都机场，我们的白云机场。
把人家吐槽的一文不值，但是他就忽略了人家这个表象背后的历史啊，人家不是要去比这些表面的浮华的，人家要的是文化底蕴，人家每一个建筑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啊，这就是人文，这才是真正吸引人的地方。这些中共国的肤浅的游客是永远也无法体会到这一个层面上去的啊。那所以说呢，因为他们内心极度的自卑，因为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都是处于一个吃不饱饭的情况啊，现在突然吃饱了，一夜暴富了，有几个钱呢啊，然后就好像阿 Q 一样啊，跑出国门，开始到处去装大爷，去显摆。哎呀，你们这个什么西方文明也不过如此，还是我们中国发达，我们中国遥遥领先呢。就是进去比这些华而不实的硬件，但是中共国建的都是一些豆腐渣工程啊，他们也永远没有办法客观的、虚心的去接受，在这个世界上有其他的国家比他们中国强，比他们中国文明，比他们中国发达，他们是接受不了的。他们要的是碾压式的优越感，就是我比你高一等，我比你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自卑的人的一个心理啊。只有一个极其自卑的人才会想尽办法的去故意的贬低人家，去抬高自己，这就是中共和他的国民的一个普遍的心理啊。那再来就是呢，我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也经常听到有很多的中国人说啊，新加坡的 HDB 也就是由政府建造的那些保障型的住房，那政府呢是以一个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售卖给新加坡的公民啊，只有公民和永久居民才有资格去享受这个福利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国民福利，就保证了新加坡人人人都买得起房、住得起房啊。但是呢，即使说是一个如此好的政策，也被中共国人给贬得一文不值。我经常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很多大言不惭的中国人说这个新加坡的 HDB 好像难民窟一样，说这个非常的破烂，设计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差，就是给难民住的，就是大言不惭的来批判这些人以上的言论是既可悲又可怜。反观一下他们自己做牛做马做房奴，一个普通收入的人想在中共国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里的属于自己的房子需要打一个双引号的，因为那个房子从来都不属于他们这些人矿和韭菜的，他们只是房奴，他们只是花了一笔巨款耗尽自己家族毕生的储蓄和他这一辈子的劳力去暂时的使用那个房子，使用70年，中国的房子只有70年的产权啊。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居然敢来批评新加坡的住房，说新加坡的住房是难民窟啊！我建议你们这些中国人去网上看一下这个新加坡的 HDB， 我们的公共住房的设计和综合配套是多么的好，房子是多么的大啊，是又大又便宜啊，而且我们这个房子的产权是99年的，即使说政府说了这个房子是公共住房，但是我们的产权也比你长，而且我们这个政府的公共住房，你住满5到10年之后，二手转卖出去，即刻就可以赚2到3倍啊！就是很多的好的地点的 HDB他买过来可能也才40-50万新加坡币，几年之后卖出去新加坡我见过有这个公共住房卖100多万的，你看就赚了2到3倍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投资那所以说有很多中共国的人，他们的认知是非常非常浅薄的，就只会一味的去抨击人家，就是看不到人家的优点，这个才是让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就是止步不前的真正的原因，就包括他
他们自己国家的各种的产业、芯片产业、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毛病。因为他们过于的狂妄自大，又没有创新的能力啊，然后只会一味的去打肿脸充胖子，去装逼啊，然后再不要脸无耻的去抄袭人家、剽窃人家的劳动成果，这一切的行为就导致了这整个国家乃至整个民族几十年如一日的止步不前，只会一味的去贬低人家，永远都看不到人家比他做的好的地方啊！即使说新加坡的人均 GDP 和各方面的世界排名都是世界的前几位，但是呢，这些人还是会大言不惭的来毫无底线的、无脑的去抨击新加坡啊！我只觉得这样的行为非常非常的可悲啊！他们就是永远都是沉浸在自己那个臆想的这个大国梦当中，动不动然后就拿这个国土面积去贬低那些比他小的国家。你中共国这么大的国土面积，但是又有什么用呢？你们这些人矿和韭菜，连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房产都无法拥有，这么大的国土和你等人矿韭菜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最后就是既然新加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物价又这么高，然后又这么破烂，那你们中国人就不要来新加坡了。新加坡也不需要你们这类低素养的游客来破坏我们新加坡在国际上的形象啊！你就在中共国待着就挺好的了，不要出来恶心人了，好吧 ？OK， 好了，以上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